每一个来马来西亚的外国人，10个里有9个不知道关丹是哪儿。而关丹所在的彭亨州呢，也一样的低调。说起彭亨，它是马来西亚土地面积最大的州，除了有丰富的海洋、山林、农业资源外，它好像也不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。但其实你要知道，金马伦高原不在霹雳，云顶高原不在吉隆坡，刁曼岛更不在登嘉楼，这些大马著名的景点其实都是属于彭亨州的。而今天我驾上我的摩托，对关丹进行一次城市探索之旅。今天早餐到这个华尔街烤面包店啊，也算是这一带社区比较有名的店了。它主要做一些融合了西餐和马来餐的一些早点。点了一份他们招牌的叫做华尔街烤面包，这名字也够唬人的啊，不知道怎么样。这色彩很丰富，有紫色、红色、黄色。这咖啡也很大杯，尝尝看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这是马来式的西餐，其实这种马来式的西餐在马来西亚还是挺流行的。刚才的烤面包早餐呢，味道呢一言难尽。我不能说它不好吃，但是呢，可能口味偏咸偏甜了一些。OK， 吃完早餐呢，我们将前往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——彭亨州佛教协会。这个地方叫彭亨佛教协会啊，但是你们看佛教协会为什么有伊斯兰的妹子来这里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学佛拜佛的地方，它也是我们关丹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名胜啊，是里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中国式的园林，所以说呢，这里也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。也不光是佛教徒可以来了，任何人到这里来旅游都是没问题的了。哇，里边别有洞天啊，有一种缩小版的桂林山水的味道哦。可以，这个彭亨州的佛教学会选址选的真是得天独厚啊，有一种大隐隐于山、大隐隐于市的感觉。里边的确非常漂亮，就是现在是大中午天，在这个无遮无挡的阳光下，还是有点晒的。不过 whatever， 这个地方再怎么热，因为这美景的衬托呢，心情也是非常清凉的。好，可以。马来西亚就是这样的哦，一到了有阴凉的地方呢，就非常的凉快，哪怕是大中午。只要不暴晒在太阳底下呢，你就不会觉得很热。一走进这个亭子里边，就感觉是清凉四界，再加上这满眼的翠绿，舒服。在马来西亚，信仰传统佛教的往往是以华人为主，而在彭亨州的佛教协会的园林里，今天来参观的游客大部分呢却是马来友族，就好像在大马其他的清真寺、印度庙里也经常有华人游客参观一样。作为一个宗教与民族高度融合的国家，您去其他种族的宗教场所，只要能遵守对方的宗教习俗和禁忌，那么在里边参观和游玩都是 OK 的。离开佛教协会后，我又转道驾车回到了关丹市区。流淌过整个关丹城区的这条河呢，就是著名的关丹河。然后在河边上这个高耸的高塔呢，就是著名的188电视塔，也叫关丹塔。这个关丹塔呢，就好像是槟城的光大一样，是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。你在城里边每个角落呢，都可以看到它的高耸的那个尖尖的塔尖。整个关丹河还是非常干净、非常漂亮的。这关丹河边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小石凳啊，可以就着河景吃咖喱面，吃各种马来美食。对面就是著名的关丹地标。吃完了下午茶应该说下午面啊，然后在关丹河边上的游步道散个步。今天没有太阳，是阴天，哇，太舒服了，凉风徐徐啊。
关丹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犹如这条关丹河，它宽广包容，干净清澈，但却丝毫不热闹不喧嚣，没有那么强的旅游属性。所以说平静低调才是它的气质。一个没有烈日当空凉爽的下午，在关丹河畔散步是一件美事。我一边散步一边想啊，关丹这里的人民和他们的家乡气质呢，也是同步吻合的，和大部分马来西亚人的热情健谈不一样。有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他们话不多，甚至有一些冷漠，但大部分时间感受到的却是他们有边界感，教养良好，同时守规矩讲礼貌。对于轻度社恐的我来说呢，这样可能会更轻松。到了关丹，但凡你打开地图和导航软件，看周边的环境，你很难不发现在靠近海边有一个叫做直落坚布拉的地方。一开始我看这个奇怪的名字，我以为这会是一家餐厅，或者说是一个小吃摊。后来仔细研究后发现，它其实是我们关丹市区非常有名的一处海滩。而直落坚布拉这个奇怪的名字呢，也是它的马来文地名 Telok Cempaka 的音译而已，并不是什么食物啊。当我到达这个海滩时呢，在沙滩上有一个老艺人在随着伴奏的音乐表演打爵士鼓，而他的这首歌呢，刚好是我最喜欢的 The Police 乐队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， 于是我就跟着他一起唱了起来。You belong to me on a pony rain. Every breath you take, every move you make, every find you see, every smile you face, everywhere you stay, I've been watching you.整个马来西亚，不管是西马还是东马，这个国家有无数的海滩和海景资源，所以关丹市的这个直落坚布拉沙滩呢，和那些著名的沙滩比起来呢，就并不是那么的惊艳。但由于它离关丹市中心非常近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市民化、非常平民化的沙滩，适合当地的居民吃完晚饭以后到这里来散步休闲。所以说，当我离开直落坚布拉沙滩，驾上摩托，只要10分钟左右，就又回到了关丹市中心的商业街。那么晚上呢，我就逛一下商场，吃一个晚饭，今天的行程呢，就算是圆满结束了。关丹的大商场叫做东海岸商场，然后东海岸商场对面呢还有一个商场，然后在商场那个对面呢还有一个商场，这一堆呢有3个大商场集合在一起。关丹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繁华的哈。关丹市里最大的华人美食档、美食中心。但实话实说呢，关丹这个城市呢，感觉吃东西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特别好的选择。相比起其他几个州呢，感觉吃的东西的选择比较少，然后这东西的味道也就这样。跟我目前去过的时候比起来而已说啊，这个比较个人，也许可能我没找到特别好吃的东西吧。然后在这里点了一份那个猪肉豆腐汤呢，说实在的，它这个猪肉豆腐汤和那个猪杂豆腐汤应该是同一个锅煮。对于我这样不吃内脏的人来说呢，就比较痛苦了，里边一股这种猪内脏的味道。不过这也无所谓了，关键价格还不便宜，要10多块钱的马币哦。而且关键是，那个老板娘从头到尾就板着一张脸。在马来西亚这边很少看到有商家这么不开心的。看了今天的视频，也许你会和我感觉一样，关丹这个城市游玩或者散步、逛街都是非常 OK 的。
但是呢，这里的美食似乎选择并不多。那么，如果你的旅游的重要目的是大快朵颐呢，那关丹可能并不是你的首选。当然了，这也可能是我初来乍到，并没有找到好的餐厅和食档吧。后来有吉隆坡的朋友告诉我，彭亨州的海边的海鲜是非常便宜又美味的。那么下次有机会呢，我们再来彭亨州尝一下这里的海鲜大餐。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。下一集呢，我将带大家探索关丹的周边区域，包括那个著名的双溪凌云。